家人们，我替你们踩过坑了啊！就这种电动晾衣架或者智能晾衣架，纯纯的工业垃圾，千万不要买，好吧？我说的不是某一个品牌，而是所有的品牌几乎都是工业垃圾。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晾衣架，首先看这个遥控器，照明、关闭、打开，证明它是通电的。但是现在呢，看往下没反应，然后往上看还是没反应，就这么死了，它就这么死了，对吧？我总共安装了1年。但是我实际大概用了3个月，然后它就这么死了。当然有朋友说，那我家的电动晾衣架就挺好的呀，用了1-2年了。那是呀，我今天在出问题之前我也觉得挺好的，但是它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就这么死了，对不对？就很奇怪啊。然后我这个看我这个凹槽，它也没有刮蹭，啥问题都没有，看四周都没问题，对吧？然后就这么不能用了，就很奇怪，并且呢，你看两侧高低不一样，有人肯定会说啊，你肯定是重物，然后两侧不平衡导致的。哎，实话说，现在夏天又不是冬天，我又没有什么洗羽绒服，我也没有晒被子，我就晾晒个我夏天的衣服，轻薄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并且我也很注意让它两边保持平衡了，但是它还是不平衡了，它还是就这么死了。你看这个剪刀架，它居然都变形了，它得多大的力呢？这个力呢，应该是它往上升的时候力导致的，所以说肯定不是我压重物给压的，但是它为啥上升的时候会直接把它自己搅在一起呢？我就很奇怪了，这边就没问题，对吧？哎呀，所以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奇怪，并且我后来从网上查了一下，从2023年起到2025年，包括央视，包括什么消费者报道网，很多一些媒体报道啊，这个电动晾衣架抽检合格率低的可怕，知道吧？低的有点令人发指，这个合格率。甚至我们所知道的啊，这些什么某太太呀，什么汉什么高啊，我们已知的这些所谓的大牌，合格率也低的可怕。所以说，你说它不是工业垃圾，我亏说它了吗？然后有些呢，它功能更多，什么紫外线，什么烘干的，什么语音的，什么会唱歌的，哎呀，只能说是它更容易坏，好吧？我建议你们就买个，要么就买个那种手摇的传统的老式的，或者直接装一个不锈钢的横杆算了。真的就不要装这种电动晾衣架了。本身我去年也发过视频，我觉得这个电动晾衣架它设计本身就反人类，为啥呢？你看我明明有开关，物理开关，看我直接打开它灯亮不就完事了吗？不行，必须得通过要么是墙壁的遥控器或者手拿的遥控器，你按照明看它会亮，对吧？我大晚上我就想过来，这边阳台黑的，我直接过来，我啪按一下，我就眼睛看都不看，我直接按一下，它灯亮不就完事了吗？不行，必须得这样。你说这东西它不是反人类吗？必须你得看着哦，这边旁边这个小的按键是照明，我得按一下 OK 它才会亮，或者找着这个遥控器，然后找着这个小按钮按一下它才会亮或者会灭。所以说我去年就发过视频，我说这玩意儿反人类设计。然后呢，我原本都不打算装这了，但是呢，哎，迫于无奈，我媳妇儿就说呢，人家现在都装电动晾衣架了，咱如果装个手摇的，是不是感觉太 low 了？还是咱也装个电动晾衣架吧？行吧。我就装了一个所谓的也算是老牌的一个品牌，但是结果还是出问题了。当然厂家呢，我跟他联系了，厂家态度也挺好，也说负责帮我更换配件啊，负责维修。因为正常电动晾衣架按照国家标准，大概全机就整机质保呢，大概是3年。我现在用了3月，实际用3月，安装1年，实际用3月。但是如果3年之后呢，也就是再过2年之后呢，它出问题了，我找谁去呢？对不对？我住这房子也不可能住3年呀。你说他如果连10年8年都用不了，你说你买这干啥呢？它也不便宜，买的也1000好几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呀，就不要买这种玩意儿了。哎呀，我就忘了去年坚持我自己的坚持了，就听了我媳妇儿的，拗不过她就装了。所以总归对吧？该来的还是会来的，好吧？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吧。OK， 拜拜。